当全市场都在恐慌生成式 AI 会杀死传统 SaaS 软件时，全球工作流龙头 ServiceNow 刚公布了一份让华尔街震惊的财报， AI 订阅收入提前突破10亿美元，单日股价暴涨超过 7%。 今天我们拆解它背后的商业密码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，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。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，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财务表现与核心营运指标重加速。2026财年第二季度，公司总营收达到 39.87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4%。 最关键的核心订阅收入在固定汇率下增速从一季度得 19% 重新加速到 23%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季毛利率降到了 77.9%， 略低于预期，这主要是因为收购网络安全公司 Armis 带来的短期整合成本，但 29.5% 的高营业利润率证明其经营效率依然极其强悍。公司在2026 Q2 展现出极强的营运杠杆，当期剩余履货义务达到132亿美元，固定汇率下同比增长 22%， 反映出大型企业长约签署，动能充沛。在获利维度调整后，每股收益为 0.90 美元，超出市场预期的 0.76 至 0.86 美元。基于 Q2 强劲表现，管理层今年第二次上调2026全年订阅收入指引至 157.55 亿至 157.70 亿美元，隐含固定汇率增速 21%， 并宣布 AI 年化合同价值已突破10亿美元大关，全年15亿美元目标可预期性极高。商业模式结构性演进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是 AI agent 自动化程度越高，企业裁员越多， SaaS 公司的席位不就卖不掉了吗？ ServiceNow 的聪明之处在于它早已把商业模式升级为席位加用量的混合模式。数据显示，它现在有 50% 的新增年化合同价值都是按照 AI 使用次数和 token 来收费的，也就是说，企业用 AI 越频繁，它赚的反而越多。ServiceNow 围绕其单一平台架构构建了跨 IT、HR 客服、安全运营及创作者工作流的整合体系。在产品技术层面，公司于2026年7月1日推出了全新的 Foundation、Advanced 与 Prime 3级分级定价体系，带动平均售价提升超过 25%。为解决企业对自主 AI agent 脱轨的顾虑，公司推出了独家的安全开关控管机制，让企业管理员能实时监控并干预 AI 决策，奠定了其作为企业级 AI 治理与控制层的地位。在并购与生态构建方面，公司完成了对 Armis 的收购，将网络资产智慧融入 Security Workflows， 推动该业务有机 ACV 突破10亿美元。同时 MoveWorks 的收购整合实现了 97% 的客户续约率，并透过与 Visa 及 TeamViewer 的战略合作，进一步深化了端点自动化与权限治理能力。客户粘性方面，截至2026 Q1， ACV 超过500万美元的超大型客户达630家，整体续约率常年稳定在 97% 的极高水准。DCF 内在价值模型与可比公司乘数分析，截至2026年7月底， ServiceNow 市值介于1068亿至1283亿美元之间，滚动市盈率位于 61.87 倍至 65.95 倍区间。如果采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进行内在价值评估，一、营收预测设定2026至2030财年，营收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18.5%， 符合管理层2030财年实现300亿至320亿美元的战略目标。二、现金流与折现参数设定终端自由现金流利润率为 32.0%，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 8.5%， 永续增长率为 4.0%。 三、评估结果 DCF 模型计算得出公司每股内在价值为 148.50 美元，
相较于近期股价位置具备良好的安全边际，分析师价格区间驱动因素与变化追踪机制，覆盖 ServiceNow 的45至50名主要卖方分析师中，大部分给予买入加码评级。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呈现极大的跨度，最高目标价 248.00 美元 Bernstein 至 1300 美元 Morgan Stanley Barclays 等远期超级周期模型，其依据为假设全部客户完成向 Prime 级别升级，且用量计费占比提升至 80%。 主流目标价区间 134.00 美元至 346.98 美元，近中期共识集中于130美元至180美元，其依据为 18% 至 21% 的订阅收入， CAGR 及35倍至45倍的远期 PE 乘数。最低目标价 72.00 美元 CLSA， 其依据为传统 SaaS 乘数收缩模型。假设企业席位遭 AI 大幅压缩，估值应回归至20倍至25倍 PE， 可以追踪3大边际变化指标，以捕捉分析师修正目标价的信号。一 AI ACV 季度环比增速需持续维持在 30% 以上，若增速趋缓，高估值乘数将面临修正压力。二 Armis 并购后的 FCF 利润率复苏曲线，观察 FCF 利润率能否在2个季度内重返 30% 以上。三 Premium 分级订阅体的转化率，追踪客户升级带动的 ASP 实际提升幅度。机构筹码动态、内部人交易与技术面突破。从筹码面看，欧洲资管巨头 Amundi 在一季度爆买了 60.9% 的仓位。技术面上，股价在 89.50 美元附近完成2次探底，成功收复了20日、50日和100日均线。MACD 也发出了明确的买入信号，整体技术结构已经由熊转牛。根据 SEC Form 4申报，公司高管持股结构稳定， CEO Bill McDermott 持有约 158,234 股，约1660万美元， CFO Gina Mastantuono 持有约 96,701 股，约1020万美元，无异常大规模抛售机构股东方面。先锋领航 Vanguard 持股 9.89%， 约 1.019 亿股。贝莱德 BlackRock 持股 9.42% 至 9.45%， 约9750万股，整体保持平稳。欧洲资管巨头 Amundi 在2026 Q1 大幅加码 4346722 股，增幅达加 60.9%， 持股比例升至 1.11%。 尽管 Jennison Associates 及 Capital International 等主动型基金进行了阶段性减持，但筹码结构洗牌后更加稳固。技术面上 Q2 财报公布后，7月22日 ServiceNow 股价展现了强烈的看涨突破 Bullish Reversal 特征，股价自财报前 91.95 美元上涨至 98.78 美元，单日增幅加 7.44%， 并推升至 110.62 美元至 115.76 美元区间，交易量放大至2785万至4019万股，约平日2倍，股价顺利收复20日、50日与100日均线，并向200日均线发起挑战。我们的考虑与总结， ServiceNow 在2026财年第2季度以极具说服力的财务数据 AIACV 突破10亿美元，订阅收入重加速至 23%， 成功打破了市场对 AI 替代传统 SaaS 的极端恐惧。公司拥有一流的客户续约率 97%， 并成功建立了席位加用量的混合计费体系与 Prime 提价机制。我们目前考虑近中期目标价设定为 145.00 美元至 170.00 美元，内在价值 148.50 美元。如果股价回荡至50日均线与突破支撑区间 94.00 美元至 102.00 美元，评估分批建立长线多头部位，同时防控下行风险。
若连续2个季度 FCF 利润率因收购整合跌破 25%， 或 Q3 订阅收入增速降至 18% 以下，需重新考虑估值乘数。如果这份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，这是支持本频道最简单的方式。也告诉我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并订阅频道。你的点击对我们至关重要。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，不适用投资建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